如今我连子胜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现下就送来2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3日后就设宴啊？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？子胜说了，所有的事务交给他就可，咱们不需要操心。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，他去拟请点来便可。娘娘，定亲怎能如此草率呢？眼下离设宴不过2日有余，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，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。堂子，这些子胜都已经考虑过了。他说了，所有的婚事筹备都听我们陈家的，不必管其他人。哎呀，可曾想这个林不疑是如此草率之人，行事也如此不谨慎。女君，2位女公子，城阳侯夫人到访。他来做什么？当日装病不可下聘，咱们家去他也不肯见，如今倒亲自登门。莲芳，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，去九追堂迎客。是。哎呀，少商果然生得标致，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。怪不得子胜这般急于娶你。上次没来下聘，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这次岂能错过？陈阳侯夫人倒是健忘，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，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责罚我来着。再说，我们子胜年岁不小了，现在娶妻，怎就着急了？哦对，夫人不是子胜的亲生阿母，许是忘记他生辰了。少商许是听子胜说了些对我的怨言，心有不满吧。不过往事已矣，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，还能不认侯爷吗？子胜碍于君华阿紫在，软不下身段来，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先走一步吗？城阳侯夫人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我身为少商的阿母，方才知晓3日后2人定亲之事。你倒是迅速得很。只要我心在子胜身上，他有何事我能不知道呀？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请问夫人是何时寡居到林家的？是霍夫人嫁去之前，还是之后？妾身命运不济，前夫亡故之后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姨母家，幸有君华阿紫照拂。哦，那就是婚后啊。听闻当年城阳侯夫人和霍夫人相处甚谐，亲如姊妹，夫人服侍左右，无有不体贴。我却与阿紫相处甚为和睦，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，侍奉外兄与阿紫。但不知为何，君华阿紫竟不肯容我，非要我性命。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，不愿与你挤在一处。往事不提为妙。我此番前来，特是为了3日后的婚事商议如何操办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。这2位婢子是我花10万钱从南方买来，歌舞刨除样样精通，今后就留在府上，将来好伺候你和子胜。
陈阳侯夫人当真是有趣。如今我连子胜的床榻还不曾摸到，现下就送来2位美貌的侍女，分去我未来郎婿的床榻。怎么，我要谢谢你啊？你这小女娘，怎能如此满口污言秽语啊？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。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，却听不得污秽之言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程少商，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，我可曾得罪于你？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？程阳侯夫人，子胜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婿，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。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，不如去寻子胜啊。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，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，否则我们也绝不会逆子胜之意行事。阿母说的对，句句都是我心中所言。去灵侯夫人，你可知以今日少商所言，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。夫人若出门传扬出去，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。我家将军虽不比程阳侯从龙的早，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也有几分薄面，连圣上和皇后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，时时赏赐。我就在想，这个都城中会有谁能信夫人的话？好，哼，好，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。程少商，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，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。你休想进我们林家的门。我们走。青葱，送客。哼，不必送了，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。娘娘，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？她虽不是子胜的亲生母亲，终究有名分在，哪怕不来往，也总会相见。你说你怎么如此任性？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？阿母，我昨日见了霍夫人，若不是她，子胜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？我这人最讨厌夺人所爱者，与这种人虚以为尼，我当真是做不来。可是女公子，若定亲宴，他当真拦着你不让你进门，岂不是笑话？这哪有待嫁女娘被拦在门外的？你等着看吧，届时谁进不了谁的门，那还说不定呢。玉，今日不是林将军与程氏的定亲宴吗？怎么不见宾客呀？长阳侯夫人弄错了，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公府上，而在曲灵侯府。子胜又不是入赘，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有人告知我？我也在想，如此大事，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？哼，走去曲灵侯府。我家少主公吩咐过，今日曲灵侯府宾客悉数出示请帖，若无请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长阳侯夫人还是别去了，以免白跑一趟。哼，给我请帖。请帖我已经发完了，这该请的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。哎呀，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，哼！今日无我，这婚别想定成。